嗨，大家开始看今天这一集之前，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延期上传这视频，也是因为我没在家，出去了一趟。光子下我是绝对会追完的，只不过就是可能上传的时间不一定。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不怕了吗？哈哈哈。他是靠食物去引诱猫猫。俺って周りのことを何も見えとらんくてダサいなぁ思ってこの前のことやってそうやしあと動揺するとキモいの出てしまうやめた他还只是个孩子，自分なりに成長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や佳纪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就是他跟光是不一样的。メンチ兄貴見てうんこしとるこんな調子のやつをどうしたらええねん该拿他怎么办呢？我觉得上集的结尾真的是看得我意犹未尽啊！我可太喜欢了，就是整个光的蜕变和这种新生，其实已经让佳纪有所接受了吧？他现在已经接受或者是直面自己要去接纳这样新的光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感情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包括就是这个光又会体会到什么新的情感呢？我出去在外的时候也听了这个 OP 和 ED 非常多遍，我很喜欢。他俩也很可爱。マジまさかクラス中の男子前で腕相撲挑まれて哈哈，哇，完了，这姐战斗力很强，她之后不要对付光吧？てかもうそろそろ帰らんとやわおまた明日他也太灵敏了，他跟那个阿姨有一拼啊！有什么东西来了？这么恐怖，是光的人吗？今日夕飯こっちで食うおや今日ハンバーグの日やねんそうかじゃあ一样的痣。好喜欢他们在佳纪的房间里。どうしたんああなんか今度の夏祭りで浴衣着たいらしいそっか必不可少的。我想看他们俩穿浴衣。やからスニーカーにしといてよかったよあら、カオルちゃん、浴衣かわいいね。よかったやそもそもインドに任せっきりやったんがよくなかったんや公平が死んで息子に全てを背負わせることになってまって光他们家帰ってきましたが1週間も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もうたんやぞ什么仪式啊？意識もやり遂げられやんでこんなこと不会是什么献祭之类的吧？お
だや。暑いから気ぃつけてな。亀山おじさん、ほんま助かります。ほら、薫もお礼せな。ありがとう。宗教吗？还是他在因为心虚的事情，所以在寻求一些庇护呢？辻中の。見事はないが、まだ学校行けてへんだろ。あっこん嫁は何しとったか。な、かき氷食わん？どこにある？小狗最好了，叫小狗。打消不开心。家人存在呢？他们光真的去承担了这一切吗？最开始的光要带走重要的人。我还是觉得光是替，是不是替家计承受了什么？因为家计很重要，对于他后面的那个娃娃。なんやそもそもあんなん本当に実在するんかいな。あれは300年以上前から伝わっとる組たちの号や。この土地のもんが未来永劫閉じ込めとかんとあかんかったもんや。このままやと村全体えらいことになる。他に手がないとはいえ、あの男ほんまに任せて大丈夫なんか。むちゃくちゃや。どうする？但是他看上去贼强。他的这个脖子上估计是不是也是被鬼之类的东西？何やと？外の門には奇妙に映るやろうが、僕らにとっては大事なことなんじゃ。大変ですよ。それは人の頭。女，她是指那个媳妇儿吗？那就是要祭祀自己最重要的人。それは前にも言った通り、山の神ためや。太封建了。欲しいっすね。神様相手に儀式して。今日は人間相手に祭りっすか。小さい村やからな。祭りは大事や。辻中の嫁や亀山のようによそから外来者。一緒になって皆で祭りを作る。村がまとまるためには必要なことや。この祭りも山の神。山神跟曲脑大人是同一个吗？この首立村は厳密には希望ヶ山町の一部で、他にも同じように小さな集落が周りにありますね。就像这个地图一样。曾经是个很大的村子。他の地域には教会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なのに国立には伊佐山神社だけ。教会はゼロだ。この神社、いや集落は一体何を祀っているんですかね。所以刚才那个叔叔才带了教堂的那个，因为他是外来者，外来的那几个村子有教堂。啊！哇，这是他感应的小仓鼠吗？
就是刚刚那个地方。哦不是要把危险之物困在这里。弾かれた。ごめん、トイレ行きたい。俺の分も買っといて。ああ、そう。光会触发他的真形。誰が貼った？哦，我喜欢这个反差，这个变脸，我的天呐，よしき。还给他买了。母さんにお金もらいに行った。そう。はい、かき氷。やった。サンキュー。おい、なんや。ずっと気になってたんやけどさ、ブルーハワイって何味？かき氷のシロップって全部同じ味らしい。哦，他爸爸。着色してあるだけで人は味が違って感じるんやって。マジかよ。なあ。还没消掉呢。じゃあ、俺は見た目が同じなら。他真的很在意，他想跟本来的光区分开吗？全然。哇，因为这样他就不是以前的光了，他是自己。なんでやろう。去体会这种开心的感觉。来てますね。ここに。他是被结界也封进去了吗？何？よしきはさ。脸红可愛。やから、俺が本当の光やないって分かったの？ちゃうよ。俺は光の死体見とるから。就是说第一集的时候吗？光はここに来やんかった。いや、来てない。やっぱり山で。絶対に探しに行こうと思わないで。お願いだからここにいて。他肯定会去啊。兄ちゃん、どこ行くん？ちょっと外見に行くだけ。嘘やろ。大人が探しに行ってるから子供はお家いろってお母さん言うとったやん。すぐ戻るから。别这样。又是这个树，这是不是就什么媳妇儿之类的？哦，感觉像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了。这就是献祭吗？哦不，佳琪。还是一样的笑容。他にもいろいろ違和感あったけど、そんなんで普通。
別人とか思わんやろ。お前やば。多分その時はもうこうなっとったけど、体を修復するまで数日かかった気するから、その時にって哦，还得修复身。半年間ずっと抱えてたってこと？だから不眠になっとんや。哦，みたいな。本当に早い家出たい。他想逃离这个封闭的城市，小镇。あ、クソや。なんであんなにうちの家族のこと探ってくんねやろ。他爸妈确实也老吵架。またお前んとこのおとやんとおかやん喧嘩したんか。うちの親但是跟光在一起就能多多少少弥补。さんとか聞こえよがしに。そういうやさぶろんところもこの前大喧嘩してたよな。跡取りのユウスケ君が病気やって。ユウスケ君は病気やないよ。同性愛者。哦， LGBT？ 知らん。他们要除掉吗？この村は狭すぎる。太狭，确实，他们无法接受同性恋的存在，所以佳纪也想离开啊。都会に来たなったら俺んとこ来たらええ。他们俩呀，カ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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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しき。よしき。俺どっか行ってくる。哦，别离开他。あのさ、俺さ、代わりにはなれへんかもだけど、お前のこと絶対守るし、お前のお願い。哦，爱心怎么感觉像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それは結界だかなんだか、あれを防いだんやろ。村中に仕掛けるとかはできんのか。この結界を作るために僕、内臓一つ持ってかれて啊，作れないです。他还是人类吗？僕は霊感だとかこれっぽっちがないんで、こういうやり方してんですよ。会社の推奨するやり方は嫌いですし。啊，それで結局、あれはいたんか。ああ、いえ。ですが、来てたのは確かです。人混みに惹かれたんでしょうね。ああいうのは人間が好きなんです。だから人の多い場所を好む。ただ、普通の汚れならまだしも、あんな度級のがどうやって人混みの中を目立たずに移動できたのか。もしかして、何か化けてる？别拆散他们。这阿姨真是神人，她敢。哦，她的儿子，她儿子可能被她丈夫的亡灵伤到了吧？哦不，所以这阿姨可能也清理或者对付过很多这种鬼怪妖怪了。我真的太心疼了，佳纪。
既然光都说了会保护好佳纪，会完成他的心愿，他应该就不会真的像就是阿姨的丈夫那样过来去伤害自己儿子那样去伤害佳纪嘛。之后如果要看到他们俩互相残杀的这种剧情，我真的无法接受。我觉得这个村子真的是让人越来越毛骨悚然了吧，就不管是什么山神祭祀仪式什么宝物，我觉得这些村子里的这个禁忌真的是构成了一个非常诡异且压抑的体系统，非常的封闭闭塞狭隘吧。就是也难怪像佳纪他们想离开去到大城市。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个仪式一直让就是希卡鲁他们家负责，可能也许他们家人或者说这个血脉有一种类似于是守门人或者镇压者的这种角色，而可能正是因为就是希卡鲁他们家离这种仪式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他很显然应该是知道一些村里的秘密的，或者说是山神的秘密。而且这些大叔们一直反复提到的那种祭祀，我总是感觉有一种像献祭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这一层含义在里面吧。包括就是在联想到希卡鲁爸爸之前有说过什么，就是遇到心仪的一定要尽快结婚之类的。我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就是希卡鲁就是为了保住佳纪这个他非常非常重要在乎的人，不去被成为这种祭祀献祭的这种牺牲者，所以他自己牺牲了，并且保护了佳纪，并且就像这一集的光他所说到的，他一定会保护好佳纪的。我觉得这就是之前的光的这个执念，或者说他的承诺吧。而且这个村子显然是因为非常的封闭封建，它是完全不允许这种同性恋存在的，所以呢就是佳纪他没法跟希卡鲁真的就是走入婚姻的殿堂或怎样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更加加剧了就是希卡鲁去保护佳纪吧，因为他如果他无法真的娶佳纪进门的话，他可能就无法真的保护得了他。这样的话他的重要之人就会被带走，这个带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被山神带走吧。还有这集反复提到的媳妇儿，包括就是在希卡鲁死的那个森林中出现一个很像女人身体的这个树木，感觉就是他这里的媳妇儿可能就是在指要献给山神大人结婚的对象，媳妇儿就是在指要献给怪物的人选。而且除了他们这个村子，他们周围的这种小村落都已经建上这些教堂了，只有他们就是希卡鲁他们在的这个村子还在秉承着执行着这种古老禁忌的信仰。而且这个村子最开始也说了是人口非常兴旺的，我觉得就很多人可能就选择去到大城市了，因为毕竟他们这个村子太落后了，太闭塞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就像佳纪这样就走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佳纪当时身边唯一的同龄人只有希卡鲁吧，因为那些年轻人离开了这个村子之后，剩下的都是这些非常传统封建的老人，这些人都是会维持这些古老的传统的禁忌的信仰的。而且如果他们不断的要选媳妇儿去作为这种守护的容器的话，那当然也会有人就可能要避开这些走掉吧。还让我非常好奇的就是这集的田中先生，他等于说是献祭了自己的肝脏，换取了这种结界之类的。我也在想，他这还算人类吗？他其实是不是有一部分算是这个山神的了吗？他的这个力量或者说是结界是怎么样的一个力量来源呢？如果这个村子的结界是靠这种人肉体的堆砌的话，村子整体的这个安宁都是靠人命或者说是部分的人命来维持的，这非常的恐怖。而且田中先生跟希卡鲁就也不一样吧，希卡鲁算是整个都献出去了，而田中先生他只是一部分，等于说是碎片化的躯体来去维系这种结界。不论怎么样，我真的很心疼，我想看他们更多的温存吧。那这期视频到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